前排德甲出現離奇打假波事件，引起各界嘅關注。喺賀芬咸對拜仁嘅比賽下半場中段70幾分鐘左右，看台上邊嘅拜仁球迷舉起侮辱性嘅橫額，責罵賀芬咸主席賀柏，咁球賽就被迫暫停。經多方介入調停之後呢，拜仁球迷都唔肯妥協，咁最終雙方球員喺餘下比賽時間打默契波，互相猜波完場。究竟當中發生咩事，令拜仁球迷甚至德國球迷對賀柏如此不滿呢？喺2015年，賀柏喺只擁有賀芬咸49% 股權情況之下呢，仍然取得過半數嘅投票權，成為球會嘅話事人。咁當然喺現今足球，一間球會由一個班主話事幾咁閒呢？但係德國嘅情況呢，有啲特別嘅，咁就要講下德甲嘅50+1政策啦。如果睇開德甲，熟悉德國足球嘅球迷應該知道德國足球呢係非常着重球迷嘅地位嘅。唔熟德甲波嘅球迷都應該聽過睇過多蒙特嘅主場威力係有幾震撼㗎啦。咁開始之前呢，先講少少德國歷史先。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好多德國球會全名呢係會有啲奇怪嘅英文字，係唔知點解嘅。例如拜仁嘅全名係咁啦，多蒙特嘅全名係咁啦。咁當然好多英文字我都唔識讀啦，但係佢哋呢都會有 EV 兩個英文字母喺入邊嘅。咁喺19世紀，德國啲中產呢就好中意揀埋啲乜會乜會嘅，就好似讀書會、騎馬會等等。咁當中球會當然就係其中一項啦。呢啲會全部都係行民主會員制，咁並需要註冊成為註冊協會嘅。而呢嚿唔識讀嘅英文字呢，就係解註冊協會啦，簡寫就係 EV。咁德國球會呢，都係以非牟利模式，由有投票權嘅會員去營運。每一位會員呢，都有投票權去決定球會嘅事務。每一位會員都係球會嘅持份者，基本上會員就等於球會，咁個歸屬感呢就好強嘅。咁喺1998年，咁德國足球總會簡稱 DFB 作出咗修例。容許球會外判管理工作，外來嘅投資者就可以進入球會管理層，但係為避免德國球會因有私人投資者注資而變得商業化，咁球會係可以接受私人投資者注資，但需要接受一項條件，就係球會嘅會員必須仍然擁有超過50% 嘅投票權，即係代表喺重大決議議題上邊，唔係俾錢嘅投資者話事，會員係有權 say no 嘅。即係代表投資者並唔可以完全接管球會，任何利益上嘅措施都要以會員優先，咁就可以有效限制金錢足球入侵德國球壇，亦都令球會會員、球迷嘅身份係一名支持者，而唔係只係一名顧客。咁呢條呢，就係50+1條例嘅基本啦。但係50+1呢，係存在一個豁免嘅機制嘅。當一間企業喺1999年1月1日以前注資一間球會超過20年嘅時候，佢哋係並唔需要遵守50+1嘅。咁呢條豁免機制呢，就要由利華古遜同埋和夫斯堡講起啦。因為呢兩間球會相對其他球會呢係比較特別嘅，佢哋其實係以工會嘅形式運行。利華古遜係由醫藥巨頭拜仁喺1904年成立，和夫斯堡呢則由福士汽車喺1945年成立嘅。呢兩間公司多年來分別喺呢兩個城市提供大量嘅就業機會，咁所以自球會成立以來，彼此嘅關係呢係密不可分嘅。咁自此成為首兩間獲得豁免嘅球會，豁免機制呢可以話係為佢哋而立嘅。而之後德甲第三間獲得豁免嘅球會就係近期嘅主角賀芬咸啦。賀芬咸嘅主席賀柏1940年出世，曾經短暫加入當時賀芬咸青訓系統，而賀芬咸只係一個得3000人嘅小鎮。佢雖然熱愛足球，但係缺乏天分，最終未能成為職業球員之下呢，轉戰 IT 界，加入 IBM 工作。1972年同事創立咗 SAP， 之後 SAP 呢就成為歐洲最大商業軟件嘅企業，亦都令賀柏成為有錢佬。1989年，賀柏用 SAP 嘅名義開始注資當時仲喺第8級別聯賽嘅賀芬咸，直到2000年賀柏退休之後，開始以個人名義入主球隊。不過呢，當時50+1已經生效啦，所以依例佢只有49% 投票權。但係賀柏呢仍然不惜代價、不惜工本，為賀芬咸去投資，起好多唔同嘅基建，例如2座訓練場、青訓中心，甚至2007年眼見球隊有望升上德甲，而當時舊主場只能容納5000人。賀柏二話不說，私人用1億歐元起一座可以容納3萬名觀眾嘅球場。因為有資金不斷投入，賀芬咸嘅成績就穩步上揚。
喺03-04年嘅球季已經升到去第3級別嘅聯賽啦。德國杯更加淘汰德甲嘅利華古遜，雖然最後8強止步，但亦都開始為世人所認識。咁喺06-07年升上德乙，08-09年終於升上最高級別嘅德甲。咁喺賀芬咸球迷眼中，賀柏根本係救世主，一手一腳將賀芬咸由業餘球隊帶上去德國最高級別嘅聯賽。但係喺其他德國球迷眼中呢，佢就係用金錢破壞咗傳統。因為賀芬咸同其他德甲球隊以球迷會為主唔同，賀柏係擁有96% 賀芬咸嘅股權。賀柏的確係憑佢嘅財力，將賀芬咸由冇知名度嘅鄉村球隊帶上去最高級別嘅德甲，甚至可以參戰歐聯。而賀芬咸嘅人口到而家都只係得3000幾人嘅啫，但係主場卻可以容納3萬幾人，而且主場並唔係起喺賀芬咸鎮內嘅，而係隔離較大嘅市鎮新斯海姆。如果唔係有賀柏嘅支持，以德國傳統行會員制，以非牟利營運嘅話呢，呢條得3000人嘅小鎮根本唔夠人去 support 去營運一支德甲球隊，更加唔好講需要3萬人嘅主場。咁所以好多傳統德甲球隊嘅球迷咁不滿，例如之前多蒙特嘅球迷抗議被罰未來2季球迷作客賀芬咸係唔可以入場嘅，同埋今次嘅拜仁啦。而事實啱啱講嘅50+1豁免機制係針對1999年1月1號以前連續資助球隊20年嘅企業，咁所以一般嘅企業或者個人名義係難以完全 take over 球隊嘅。但係喺2011年呢，漢諾威對50+1申請訴訟，最後體育仲裁法庭呢係受理剔除1999年1月1號以前呢個字眼，兼改例，如果一家企業或個人連續經營球隊超過20年，由原本企業改成企業或個人。咁所以2015年賀柏因為投資超過20年，就獲准成為第3支喺50+1下私人擁有嘅球隊。咁當然賀芬咸嘅球迷即係會員對呢件事毫無異議啦，好願意將投票權拱手相讓嘅。但即使賀芬咸喺合情合理之下獲得豁免，其他球迷反應呢仍然非常激烈嘅，不斷嘅投訴破壞咗德國足球嘅傳統，或者可能加上 RB 萊比錫嘅入侵，德甲球迷覺得底線不斷被挑戰而更加激動啦。RB 萊比錫大家應該都知道噶啦，係紅牛公司旗下嘅球隊，但係萊比錫呢並唔屬於獲得豁免嘅球隊嚟嘅，而係走法律啦去避過50+1嘅限制。2009年，能量飲品公司紅牛收購第5級別球隊 SSV Mark 唔知點讀啦，被改頭換面為 RB 萊比錫，將呢隊球隊 rebrand。由於德國係規定球隊名稱上唔可以有私人機構嘅名字，所以 RB 萊比錫嘅 RB 呢全名係 Rasenballsport， 縮寫呢就可以用 RB 2隻字去代表 Red Bull 啦。咁當 RB 萊比錫升上更高級別嘅時候，就要遵守50+1啦。咁雖然 RB 萊比錫同其他德甲球會一樣係行會員制嘅，但係其實紅牛係擁有99% 股權 ，RB 萊比錫只有1%，而入會費係要100歐元，每年嘅年費為800歐元。咁講緊呢，拜仁每年只需要50至60歐，多蒙特只需要62歐嘅啫，而且仲要係冇投票權嘅會員費。再加上 RB 萊比錫嘅球迷會只有17個會員，全部都係同紅牛有關嘅人。名義上會員有投票權，但係實際呢就係紅牛話晒事嘅。咁因此呢，普通人根本難以加入球迷會。所以 RB 萊比錫名義上係符合50+1嘅，但係實際上係由紅牛私人擁有，利用足球去宣傳佢嘅品牌，令德國球迷大感不滿。整個德甲50+1嘅來龍去脈呢，大約就係咁啦。RB 萊比錫呢個 case 呢，就擺明玩嘢走法律啦，吹佢唔脹噶啦。咁啲球迷先反應咁大咁不滿嘅啫。但係賀芬咸班主賀柏係真心熱愛足球，細個踢唔成職業球員，發咗達之後翻嚟為家鄉球隊無條件出錢出力去起基建，甚至起球場，咁真正付出咗幾十年，但係就因為所謂嘅傳統俾人鬧。而呢個傳統係咪代表規模細、人口少嘅市鎮永遠都唔可以好似大城市球隊咁發展呢？咁當然我本身唔係德國人，對佢哋嘅傳統可能冇咁大感受啦。但係20年連續投資都唔係一段短嘅時間。既然賀柏真係合情合理合法咁獲得條例嘅豁免，又係咪需要咁大反應呢？當然 RB 萊比錫又係另一個 case 啦。
咁所以其實係同上一條片嘅財政公平條例有啲似嘅，咁只不過德甲嘅球會收入同埋會員人數直接掛鈎，代表人多嘅球會就越強，人少嘅球會就難以變強追上。咁大家又點睇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咁今集又算係一個新嘅嘗試，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足球嘅故事或者係歷史啦。咁唔知大家又覺得呢啲片會唔會太悶？有冇興趣再繼續睇落去呢？仲有呢個新系列呢，我都未諗到叫咩名好嘅，唔知大家有冇啲咩好嘅想法，可以改個咩名嘅？歡迎喺下邊留言提出，大家撞下啲 idea 出嚟啊！